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地球宝宝都爱喝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强者座驾第2代捷途 X70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健康亲肤水洗出宝宝肌的万和热水器赞助播出。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会议的顺利召开呢，我们要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和银河酷娱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地球宝宝都爱喝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强者座驾第2代捷途 X70的特约赞助播出。耶！今天啊，突然间感觉现场啊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因为有人回来了。开心！哎，梦辰，我跟你说。上次录完了以后，文文一直都说：“哎呀，我的搭子，都没有人跟我跳舞，我整个人都不舒服。”嘿，不舒服，够了！好，回来，我们掌声欢迎梦辰！耶，回来了 ！Hello， 梦辰姐，不好意思，抢了一点你的地盘。女人和女人的握手。哦，对，你们俩一红一绿要干什么？哎，我们是自古红绿，晒狗屁。出 CP， 对。好，今天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飞行副局长和3位新特工。走！哇哈！天哪！这气质，这范儿，我感觉更适合他们。差不多了，啥玩意儿啊？欢迎！我们用掌声欢迎你们最爱的小宝副局长！来，哥俩抱抱啊！来个拥抱。没有宝哥呀！来个拥抱，好久不见了，宝哥。哇，超哥，好吓人，好吓！宝哥，别亲我！别亲我！哎呀，东北的哥哥你来了！宝哥这芭蕾舞脚尖儿哦！宝哥好久不见！宝哥好！我打个招呼啊！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开会当玩笑啊！哎呀，很严肃。开会之前，我先给你们老特工，我想给你们先上一课。哎呦呵，不听什么？不听不行。你想火星情报局？对。这个地方要鼓掌是吗？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大家一眼能看得出来，我们不靠这个。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就是一股清流。他们3个同意了吗？这个说法你就帮人代表了。我用问吗？你只用看你就知道。我说的对吧？其实，对，是的。妹妹，你应该觉得对吧？特别好。好。好，我们赶紧有请我们3位，就是才华、颜值就还是有，就是才华特别出众的新特工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大家好，各位前辈好。哎呀，好客气。我是新来的特工锤娜丽莎。接下来是我的嚣张时刻。哎呦。作为一个被何老师、大老师、李诞老师认可过，并且和陈伟霆结过婚的女人，我
我今天的胜算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真的莫名其妙。都说了嘛，我们这边的不靠颜值嘛，靠肢体。看出来了，看出来了。而且我会唱、会跳、会 rap、会玩梗，这就和我们的青鸟郑薇老师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哎呀，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会了？是不是一样的，不是，是这样的。天哪，你说出了薛之谦一直想说的话，是吧？在私底下不是没有。好，接下来郭聪明。到我了啊，谢谢。啊，聪明。其实我觉得我是开了美颜之后，还跟颜值沾一点边儿的。然后呢，今天来火星，其实呢，虽然没有滤镜，但是呢，我丝毫不慌，因为我觉得对面的老特工的粉丝加起来，在短视频都没有我的多。哎，哟！等，刘伟，你多少万？我是多少？500多万。那你呢？1000多万。 1000多万。我不知道，300多是吧？300多万。 300多万啊！我在短视频现在有5000多万的粉丝。哎呦！抖音5000多万已经是非常多了，他是在抖音的超级顶流。就是不关注都会容易刷到，我没关注他。大家好，我叫马薇薇。一会儿呢，大家这个拍桌子的时候，声音可以尽量的大一点，因为听说呢，咱们这个灯是声控的，多亏不是颜控的，不然见到我们来得全黑。你是在讽刺我们吗？我说怎么能这么说杨迪呢？自己一往上挂啊！我跨界尝试过很多职业啊，唯独特工这件事儿啊，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今天要么对我难度很大，要么对你们难度很大。说实话，这是看过自我介绍最长的一次。对不起，我走了。但是之前潇潇有来过火星，对不对？刘维没帮他好好拉票，然后他就那个了。我哪有没帮潇潇好好拉票？我说的是潇潇表现得非常好，下次可以更好。但是没有下一次了，对吗，潇潇？是。所以这次微微来，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从开场白看得出来，他下次可以更好。刘维，没有，微微很好，微微很好。我觉得待会儿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他应该会把他自己最强的那一项给展现出来。对。好，现场的300位亲爱的朋友，从刚才那一段你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最后在他们3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成为我们火星情报局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特工。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初级特工啊，会议的过程当中，你喜欢高级特工的提案，点击右下角拍桌子的按钮，争取帮他们来拿到本季最佳特工的名衔，所以要赶快拍起来。小宝副局长，谁来第一个提案？那就按顺序来呗。锤娜丽莎，锤娜丽莎。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观察生活的人，所以我发现，千万不要低估地球服务人员的战斗力。哇，哎，是不是有共鸣？对，特别好，特别好。对，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看似低调，实则个个深藏不露，机智过人。总之，只要服务人员一出现，就一定会让人感受到他们的超强战斗力。哇！有些服务员好可爱哦，你比如说我去重庆啊，就是吃火锅嘛，你每次说哎麻烦你给我们加点菜，谢谢你啊，哎呀不要说谢谢，能够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哎呀妈，说真好。就是永远都是这句话，对你就会不断的愿意去点，他总会用一些小小的方法，会送你一点东西啊，阿姨那个是送你吃的，不用买单，好夸送你，啊那个是送你吃的，不用买单，我说谢谢，哎能够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你不知不觉有可能2个人只要吃那么大概4、5个菜，唰一桌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这种能力的，对，其实就是像航哥说的，叫口号营销。其实真正人家不在乎你喊什么，人家在乎就是你那种热情。欢迎光临，随意看一下新网上次想打就会。哦，啊，再说一遍，弟弟再说一遍。欢迎光临，这位是随意看新网上次想打就会。啊，打个优惠啊！然后大家看到说，这件衣服100%纯棉洗完不水变形不起球，随意看一下，看一件是今天都往左转，谢谢。对，好专业哦。还有那种一边喊口号的同时，他手上还在折衣服来。预备走。这款100%纯棉洗完不水变形不起球，随意看一下，看我可试一下，新鲜真的往左转，谢谢。好厉害！然后我以前就干这行的，所以我认为所有的衣服都是100%纯棉。结果有个阿姨过来问这件衣服说：“哎，小伙子，这件衣服？”我说：“
百分之纯棉洗完不刺乳微型不体球，谁看一下看我可以试一下，试一下现在网站的，谢谢。阿姨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儿，这冲锋衣呀。”但是那个时候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我对阿姨的那种热情让阿姨如雷贯耳，所以阿姨会买下。哎呀，正好是要去冲锋啊。还有一种店呢，就比如说一个女生进去了之后，她一看你这个女孩有点购买力，她就会从后面拿出来一件衣服，说：“啊，小姐啊，这件衣服是刚到的，特别的好看，这个款型特别适合你，要不要试试看？”但是这个时候你想说这个衣服我要不要买？这个时候会有另外一个服务员一定会跑到这个服务员身边说：“这个新款你怎么给他拿出来了呀？啊，这个啊，这样不好。”然后那另外一个女孩说：“哎呀，这个是我很重要的客人。”女孩说：“我也有很重要的客人呀。”对啊，这个东西来了都没有跟我说，而且现在能让卖吗？然后她说：“哎，没事没事，我先给我这个客人看一看，他还不一定要呢。”然后马上这个女孩啊，这种是她的性格会，这就会，而且通常那个服务员就很有礼貌的会说：“啊，不好意思，小姐，我能不能也拍张照？因为我有些客人想要这件衣服，因为只有一件了，好不好？啊，不好意思，咔，啊，小姐你看。”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讲买不买？给我全部包下来。对，这个就叫做饥饿营销，会让你觉得想购买。哦，天哪！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买东西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人非常的关键，就是你身边带的朋友。因为有时候嘛，你不想买吧，你只要给朋友一个眼色，朋友知道你的心情，朋友就会说：“这衣服太难看了，你要不再合计合计吧，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范甜甜逛过街，应该没有。没有。我有一次在店里试了一件衣服，但是这种衣服上台只能穿一次，不会再穿第二次。我当时穿了一下，我就说：“哎呀，这个衣服我还没等说话，范甜甜。”刘维能晓得吧？这个衣服写的是你的名字呀，太好看了呀！这个衣服整个穿上来特别好看，真的。就是你知道要这种朋友，然后这个时候服务员就发现了这个端倪，然后服务员就再也没有夸过我。服务员看了一眼甜甜，甜甜姐今天穿的好时尚啊！甜甜姐你今天好漂亮，开始赞美范甜甜。然后范甜甜在那个服务员的赞美下买更多是吗？没有，就逼迫我买更多。他不买吗？对他不买。他应该不是真实的觉得我穿好看，他真实的觉得购物就不论谁买他都快乐啊。有一些特定的地方，他们的这些推销服务人员其实是很厉害的。对，酒吧里的那些销酒的，是吧？对，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酒吧里的王牌销售啊。啊，是吗？非常专业。比如说您进来之后，我就会问你说：“先生，你想喝醒过的还是喝没醒的呢？”我喜欢不醒的那种。那个你喜欢喝新世界的酒还是旧世界的酒呢？怎么新世界是听得懂吗？你看这样看一下他的底儿，就知道他压根儿不懂酒，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肯定要卖最贵的酒给他，对吧？当然不能这样做了，因为人家是刚来又不太懂酒，上来就是些最贵的酒，显得我们非常的不真诚，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哥，咱不要喝这个最贵的，这个性价比不高。哇，好熟的话。您是自己过来玩的，又是带着几个朋友，不是商务宴请，完全没有必要用最贵的酒。哎呀，好。我觉得这一款它性价比很高，真的都是这么说。然后呢，口感也不错，您就试试它好不好呀？好，真的好熟悉的话术。对，这个话术真的每一次都能听得见。在每一次酒吧里都会这样。然后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如果你在开了一间包房，然后里面的经理会专门过来陪你喝酒？有，会。就进来之后，你好。哇，您来了，哎，咱一起玩会儿骰子呗。玩骰子。来玩骰子。哎呀，我又输了，真不好意思。喝我的酒是吧？吐出来，给我吐出来。不，没事。你喝那边水龙头打开。接着玩。我明白了，一共3瓶酒，他一会儿我输了就给喝2瓶了。经理来了，买单。经理已经喝嗨了。但是我为什么会跟这个销售成为朋友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第一，他从来不卖酒给失恋的人。为什么呢？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认为人在情绪很低的时候喝酒，其实会让情绪更低。我觉得这人人品不错，对不对？第二呢，他凡是那种就是带着过来泡妹子的那种恋爱，有很明显想追求向的那种，他不会给女生点太醉的酒，因为他希望女生在清醒的时候选择，而不是喝多的时候进行选择。哇，人品不错哎。对，我觉得那种能力最强的就是街边拉着你就开始推销，你还觉得。如果你不去他那，特别对不起他啊！真的，我05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北京，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是小有名气，然后我就跟那个朋友去逛西单，逛着就来了一位大姐，特别可爱，
当时那个大姐就看着我们，然后她那个表情就是，哎，两个帅哥，真说得出口。但他就特别热情，你们是什么工作的呀？我就当时就说了嘛，哎呀，我们就拍视频，参加点北京的活动，明星，2个小明星。大姐是开那种美容院的，我们店里有很多明星都在那儿做脸，来跟大姐走，我们就当时说不好推脱嘛，就跟着她走，越走出西单了都已经。姐姐的店就在前面，就在西单边上。我说姐有点好远啊，不去了就算。2个小明星，来跟姐姐走，这个上电梯30几楼就到了。我说，你店怎么在那儿？我们就不去了吧。2个小明星，2个小明星。然后我们就真的到那店里了。哦。然后当时用一个机器沾点水，就在你脸上这样推嘛。那是油啊。推，一推拿起来一看，那个推的上面黑的不啊，那我知道，巨黑无比。对，这我知道。弟弟，你看。你这皮肤毒素都已经这么多了，哎呦，这脸你做不了明星了。我说，怎么办？我脸这么黑，这么多毒。当，姐姐马上拿出来一个瓶子，说买了以后对我皮肤什么特别好。你买了吗？我如果不买，小明星，我就买了，我硬着头皮买了。所以我发现应该是我不适合那样的美容店，但是那个大姐抓住我这个小明星这个销售心理，这就是他们一个销售的技巧嘛，就感觉亲和力特别强。我觉得这个战斗力是很强的。哦。所以我觉得真正很厉害的服务人员一定是极其会察言观色。对，你看他一看我就知道我听这小明星。其实呢，对于很多的服务人员来说呢，如果你产品质量够好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小心思去说服你的客户。有就像我们的第2代捷途 X70，强者座驾，好品质，更出色，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牛牛有没有？我有啊，但我在想，我其实接触的还相对比较梦幻一点。哇哦！故事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没有必要吧？听我讲完嘛。然后我当天打扮的稍有一些姿色。稍有。对，然后呢，走在三里屯的街上。哎呦！走着走着，鞋带开了，我就低下头开始系鞋带。然后这个鞋带系完了，就在我抬头的一瞬间。阳光刚好，他穿了一身白衬衫，吃着雪糕，就这样很高，然后这样低头，用那种把油滴在你的身上，滴了他一脸。对，用那种很低沉、很有磁性的声音问我说：“可以请你吃个雪糕吗？”哦。我当时站起来，我就被鼓到了，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走，跟着他穿过了太古里，穿过了马路。你就为了吃一根雪糕啊？不是，来个小明星。走了3里地，然后就是要到吃雪糕的地方了嘛，我们就上楼，发现是一家美发店啊。他当时直接进来很绅士的，他说：“你在这稍坐一下。”然后真的给我拿来了他的同款雪糕哈根某斯放到我面前。哈根某斯，你要么就别说人家品牌，要么也不要说成这个样子。哈根达斯，我们2个坐在这里，然后开始吃。他就说：“哎，你走了这么久，刘海有点出油，要不要洗个头清爽一下？”出油。对，他说：“我可以帮你洗头吗？”我说：“可以。”哇，洗头小哥。对，然后就很自然就开始洗头了。哎呦，自然吗？很自然。但是我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内心还是感觉还挺甜的，很有画面感。对，因为这个洗发这个 Tony 老师，他其实利用自己这种比较完美的外形，利用很好的这个光，还有很好吃的冰淇淋，就会很俘获一些就是小女孩的心嘛。所以说还蛮可爱的，给你营造了一种梦幻的那种对童话里的世界。是的，大家刚刚一直在分享自己碰到的服务人员。但是我是服务人员本身，曾经对，我是那种微商代理。你就是微商。对。当时是这样的，我刚上大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我就会去想方设法的想办法赚钱。然后我有一次刷朋友圈，朋友圈里面发那个招商加盟，当时很流行2种口味的瓜子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试一下吧。然后就会有人过来问说：“哎，你这瓜子挺好吃的，在哪里买的？”我说：“我是在一个已经毕了业的学长那边买的。那个毕业的学长叫什么？叫巧虎。这个名字有点虎。哎。”那么这个巧虎到底是谁呢？哎，没错，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号是吧？对。后来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你总有一天要被人发现的。怎么发现你的呢？我的舍友跟我2个人在宿舍里面，我就把我那个做微商的那个手架放在那个桌上，我就忘记把那个微信换掉了我就去洗澡，
我洗着洗着洗着，隐隐约约我感觉我手机不停地响。生意来了吗？我舍友想吃瓜子，就不停地在上铺发，哒哒哒发过去。他发现，他一发消息，我那个桌上就哒哒哒，一发消息哒哒哒，哎，他感觉不对劲，不回消息，哒哒哒哒哒，然后那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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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洗完澡出来了，他从那个枪部咵跳下来，哎。巧虎是你啊！天哪，武侠片里面的故事。我一整尬住，我说，巧虎是我们已经毕业的学长，怎么可能是我呢？其实你是巧虎的女朋友。撒谎！他开始给我打语音电话，我很尴尬。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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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当场接啊，喂，我是巧虎。哎，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哦。于是我这个舍友变成了我的第一个代理。可以。这是我们作为微商的这个服务人员的战斗力。哦，这个厉害，厉害！这要笑死了。我有一次到湖南长沙有一个卖古董的地方，清水堂，哇，那个地方太有名了，说绿釉仿官窑的清乾隆的小碗，哇塞，就这一个，我说多少钱？说1000，我说太贵了，500，别，韩哥你这个不能给，680，好成交拿走，哇，满心欢喜呀，好漂亮啊！好，下个星期又去，哎，就有一个，韩哥，我跟你讲，我等的就是你，就这一个星期哦，我又到那个乡下去了一趟，那个老奶奶柜子里面，原来这个碗是一对儿啊！哦，你说好事成双，我能够让给别人吗？别人开到1500了，我不是那种人呐。老客户还是按上次的那个价格好不好？我说好，好开心，下个星期再去看。又有2个哇！他们不是一对儿，是一家啊！这是乾隆打麻将时候1人1个的喽。韩哥，我告诉你，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查了很多资料，这是富贵人家喝燕窝用的，4个刚好一套。买了。它其实本来就是4个。哦，懂了。他知道你第2次还会再去，因为我们一般逛那个古董市场，上一个星期挑了一个好东西，你觉得捡了便宜，哎，下个星期再去又会到原来，哎，老板还有没有好看的东西啊？他们那种心理的拿捏，我遇到更多的时候，关于服务人员都是，假如朋友们去请我们吃饭，到哪个酒店了，到那一坐好了以后，然后不一个上菜吗？当第一个服务人员发现是你。对，就是这样。马上会来另一个服务员，换另外一个，对，要走。对，就是这样。马上来第3个，你看一定是搁外面门口做的充足准备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不，你们转一转啊，他一定把东西转到你身边那个去。哦，转盘子。然后你就会发现，整桌的菜，他每一盘菜是换一个人上来，不同的人。对。当没有菜的那刻起，经理出来了，方便打扰一下吗？不管你们在聊什么呢啊，一定会被打断。对，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今天知道宋老师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特意准备了菜，是我们本店的特色啊。对，还不想走？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吗？啊，有的。有的，就等你问呢。哎呀，我们经理一会儿那个我们老主任一会儿下来一趟，想跟你合张影。对，合影没问题。那个合影在哪儿合呀？哎，在门口等好了，到门口结果一看是一大堆人。而且后厨的厨师也会出来，大合影。他们会戴这个新的那厨师帽然后一定要戴到那个 logo， 店里的 logo。哎，在这等你。好逼真哦！太有画面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服务人员的战斗力，就是讨论他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个智慧。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接受很多服务人员给予我们的非常好的服务，何尝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服务人员呢？我们要服务很多人。是的，我觉得，凡是替别人着想的人，第一没有谈不成的事儿，第2
也不会遇到什么让你特别不舒适的人。对，以前过高速公路有那个收费的，我永远会跟他说啊，谢谢你今天辛苦了。我有时候哇，你今天好帅啊！我母亲从小教我一句话，常德话啊，叫做喊人不塞本，舌头滚一滚。喊人呐，你又不会亏钱，舌头滚一滚而已。其实啊，服务人员呢，服务的是客户。对对。你就算做到公司老板了，你服务的还不是甲方？我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他们服务态度的那种附加值。有的时候我们是被服务了。每个人可能都是别人生命中的甲方，每个人也有可能是对方生命中的乙方。而只要我们把对方当成彼此的双方，就能实现真正的共赢。好，哇，甲方乙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多替别人着想，你一定会接受到最好的服务。你不要忘记，当你去赞美他的时候，你也在服务他。我觉得第一轮提案就到这儿结束了。刚才我们现场的300位年轻的朋友已经看了3位新加盟的特工他们的表现，把它存在心里。还有2个小小的提案，待会儿就会让你们在当中选择一个非常非常希望最后大家选出来的，有可能跟我们台上每一个人都非常契合的那一个人。我准备让那个郭聪明来。哎，好，谢谢宝哥，谢谢宝哥。我发现女生的智商是个谜。女生的智商是个谜。哎，你完了，为什么是个谜？就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女生都是永远找不到地库，她的车停在哪里，但是一到商场专柜都不用看那个指示牌，直接就找到了。哎，有道理，有道理。乐姐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外地出差工作。他要找家里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就闭着眼睛直接给我打电话。好，你到试衣间，推开门，左手边第一个柜子打开，看见那个格子没有？对，有6个格子。哇哦。对，然后你看第4件是不是一件红色的冲锋衣？那件不要拿。韩哥，要不要检查一下家里装了监控？没有。但是我如果在外地，他在长沙开车。他经常会打电话说：“哎，老公，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我现在左手边是一个广告牌。”我说：“这不是你下班的路吗？”哦，不，记不住。对。哎，好奇怪，那些楼得做成衣服。那他开车的时候也是闭着眼睛吗？老公，这条路应该是怎么走的？对，我说你现在闭上眼睛，油门踩起来，左边转3下，然后刹车，对，听到咣的一声，就有人来接你了。所以女孩子她是选择性的吧？选择性记忆，还真是。还有就是女生一到瘦身、变美、美白，这个时候呢会交很多的智商税。我听说梦辰姐姐就是这样。啊？请把姐字去掉。我是一个很理性的女生。我呸！我跟你说，维维，我跟你买东西，你绝对比我感性，我比你理性。哦，确实，因为沈梦辰一般不上街买东西，都从我衣服上扒，就经常趁着我不注意就把我的东西拿走。因为我觉得那些就是没有必要花钱的，但是我就听不得几个字。美白、抗皱、返老还童，这是我最听不了的。宝哥有用过美白产品吗？我如果用哪个品牌，不把哪个品牌给坑了吗？宝哥用过，不敢说。我是不管你是什么产品，就是只要是有美白功效的，我就一定会买。可是你也不黑啊？他黑，你怎么知道他黑的？他不黑。不是，因为沈梦辰经常来找我的时候，因为不是全妆的时候，他腿没涂那个美白粉的时候老黑了。哎，不是腿，是整个脸都很黑。就是我卸了妆的肤色跟宝哥其实差不多。真的，我不信给你卸条腿，你比比。能比吗？你看到是腿了吗？哇，黑的油子麻花的，还是没有腿毛。其实女生还有一个盲区，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护肤品，你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你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标杆。就比如说你心中 top 1的女生，哪个长得最美，她用什么我就要用什么。就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的金晨太美了，
又白脸又小，哇，没有毛孔，就像剥了壳的鸡蛋。没有毛孔，不流汗的那种。不流汗，真的不流汗。他就会经常在群里分享一些他用的很好用的一些护肤品。怎么会呢？你们不是姐姐都用凡蜜林吗？凡蜜林是基础，我们还会有就是七七八八的一些。聪明啊，聪明，他圆回来了。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个30个姐姐的群，他就发了一个可以返老还童、起死回生的。起死回生也不必吧？返老还童就是可以让你的肌肤永远停留在18岁，保健品的那种功效的药。当时呢，我就很好奇，群里没有人说话，谁都不敢说，因为谁说话谁显老了嘛。对。我就赶紧去加了他发的那个群里的那个人，我就加完之后，那个人就说：“你是京城推荐过来的吧？刚才雨琦姐姐、刘云姐姐还有伊能静姐姐都买了。”问题是我买了之后，我也没有吃。来，给我一会儿，我给你地址，给宝哥试一试，我好了你就好了。回头给你带过来。就是女生会买很多很多这种东西，但你不一定会吃，但是你就是想要买。对，的确是这样。我爱人就是你们的嫂子，对自己这个容颜呢，她就特别的在乎的到极致。哇哦！但是呢，她是过敏性体质，你知道吗？哦。然后我说，老婆，你千万不要滥抹，你本人好过敏。她说你不知道，你别管了，你别管了。哇塞，好猛，用力太狠了，扇嘴巴子呢。你媳妇练铁砂掌的，就这么拍到第2掌起来，我一睁开眼睛，人没了啊，拍没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老婆你干嘛去了？老公我在医院呢。我说那我知道了，好了，过敏了，打针。哎呀妈呀！然后过几天又会绷回来一套，又跟他拍，又会绷回来一套。这个你放心吧，老公，这个绝对不会。又拍没了，第2天人又没了，一定又没了。有一天我在翻我家的，我找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一揭开这箱子，哇，这么大一堆呀，太刺激了！你跟他说呀，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我这种智商税我交太多，我这个人听不得减肥。对。就是我去的那个美容院啊，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做宇宙微光波电磁疗法套餐。天哪，宇宙的，就听起来很高科技，对不对？听着就觉得自己瘦。他说电击一次有3万次仰卧起坐的效果。电击，是一电你就就3万下。我被电了一次之后，的确像做了3万次仰卧起坐那么疼。疼啊，疼，但是的确也没瘦。我其实是一个高考800多分的人。多少？高考800多分。广东省总分就900分，我高考800多分。而且他是这个奥数的全国物理竞赛的亚军。哇，厉害！后来我爸就跟我说，你一个看过这么多书的人，你会相信宇宙光波电磁治疗仪这种事情？而且还是物理耶。对，但是那个瞬间，他向你推销的时候氛围太好了，有一个声音在传来，买它。你会瘦。不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一般会出现在妈妈身上，居然你也能。他们的年纪也快妈妈了。我要讲我妈是属于那种，就是明明我已经给她挺高昂的生活费了吧，她应该去享受生活，但是呢，有时候她说杨迪，我跟团出去玩了，我说多少钱？报的团99。99欧洲有，那也太夸张。我说妈，我求求你，这种99的团肯定有问题，他们是不是让你买东西了？我妈说，你可以不买。我说除了买东西之外，你们这个行程里面肯定有一些怪里怪气的行程，告诉我。我妈说，哎呀，还可以了，没什么。我说到底有没有？说，哎呀，去玩2天要上2天课嘛。上2天课？就是培训。你看，给你们上课嘛，怎么了嘛？妈妈本来就爱上课，你没法给她说。但是我妈妈看起来好像很笨的样子，但是她在录综艺这件事情上真的是深谙综艺之道啊！我们绝对已经发现了，她很会做综艺上的人设和效果，包括她帮我做人设和帮她自己做人设。有一天晚上凌晨1点多左右，我突然收到我妈妈一条微信：叔叔，外婆把痰丢到厕所头。凌晨1点半，真的以为我妈疯了。我觉得1点半早中邪了那种感觉。我打电话去，妈，你爪子了妈？你为什么说这个？让我妈说，
你不要管，哎呀，你就记住这3个词儿，你别管。后来我就逼我妈，我说妈，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数学外婆把碳扔厕所里？哎呀，妈妈，实话告诉你吧，你过2天录的那个节目呢，那个节目组派了一些人来家里采访妈妈了，妈妈出了一些题，说要考验母子默契的。这个就是答案，儿子，这个就是答案。天哪！我妈生怕我跟她母子关系那种不默契崩塌了。然后还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热搜上面她是那个什么杨迪妈妈品隐秘的角落。我觉得她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对呀，不对劲，会不会她把她的爸和妈妈推下山崖？结果我拍她的那一瞬间，她已经知道我在拍她了。我妈完全演出了一副不知道我在拍她的样子，可做作了，眼睛一直看着电视机。我的镜头明明非常明显。哎呀，好吓人！这个男的眼神不对，谁也不想让我在边边上拍照。然后突然对着我镜头，你在拍东西啊？拍什么拍？别拍！假的要命。他真的是就是综艺感极其之好，因为他很知道这个节目要什么。你的妈妈真的，我的妈呀，不得了！包括录《天天向上》的时候，他真的什么都懂。就是他们的智商确实有点捉摸不定，时而高光，时而就交智商税啊。你们男生可能一直很不理解，说女生为什么有时候智商那么低？为什么？那是因为爱你，智商才会低。我要是喜欢上一个男生的话，他就是我心中的宇宙巨星。哦，在恋爱之中毫无逻辑，毫无智商，说什么都是对的哈。对，就前段时间就是也没有前段了，去年的时候了。对。这么快推翻自己合适吗？没事儿，去年的时候我因为一段恋情上了热搜嘛，叫马薇网恋被骗钱。哦，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对，你们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以至于好多网友都给我发私信说想要继续骗你，说想要网恋吗？这样，我也很尴尬。其实那个男生很不错，我知道。对，然后我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说话，特别会跟女孩子沟通。就比如说你穿一件新衣服出来，你问说，哎，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一般比较蠢的男生他会说好看。还行，不适合你，对不对？嗯，对。人家会说，哼，像校花。一般男生送礼物嘛，翻来覆去就送点香水啊，什么狗熊啊，狗熊。你是说是狗熊的标本吗？但你知道他会送什么吗？他会送你一个很大的骰子，上面嵌满了红豆。天哪！因为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五香丝，知不知？哇，这只能送你。哎，女人特别容易被才华吸引。对，正常的男生也跟你说晚安，么么哒，但是他会说42。42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是银河系漫游指南之谜，在这本书里面他说42是宇宙生命以及其他一切事情的答案，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42。Oh my god！ 妈呀！完了，也就是你懂那个什么宇宙之谜，那别人给我发个42，我说5个6开，我还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但是马薇薇，我告诉你，这样的男人你一定要远离。为什么呢？不简单。对，然后我就想嘛，这个男生这么好，对不对？那我一定要投桃报李，我也非常的用心。然后就是他在翻那个淘宝，然后看到什么摩托车什么的，然后我就马上给他买啊什么的。看淘宝买摩托车？淘宝买摩托车？对，淘宝只会猜你喜欢，可是我会买你喜欢。我需要一个薇薇姐。那你觉得就是男孩子在生活当中也会有那种笨笨的或者什么的时候？哦，男生在生活中笨起来，你真的是没法想象，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外面出通告，我的男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宝宝不好了，家里下雨了。真的假的？真的，家就完全淹掉了，整个人蹲在一个凳子上，非常小巧乖巧的在那蹲着说：“你看，他们都把我淹掉了。”什么？啊！然后我就发现天花板在渗水，我就说：“你把梯子给我搬过来。”他说：“我怕水。”我说：“我自己去搬吧。”然后呢，我就搬了梯子，然后爬上天花板，然后呢，拿着我的小工具箱把那天花板给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呢，我发现水管在漏水，又爬下来，然后重新去拿强力胶把那粘上，然后呢，那就不渗水了。我就开始扫地啊、拖地啊、弄东西啊，然后他一直在凳子上。不要总觉得你们是生活中的强者，你们弱起来真的是有点弱。哎呀。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有女生日常犯迷糊的时候，也有女生智商爆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世界上之所以要有男生和女生，就是为了彼此取长补短。有的地方女生的智商明显要高于我们，
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助，然后像两个半圆一样的紧紧的卯合在一起，才能够非常顺畅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去运行。你看我在家里，我就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用太管，就乐姐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安排好，比如说出去旅行，我根本就搞不清楚要订什么样的航班，然后订什么样的酒店，就全部都是乐姐的安排的妥妥当当。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智商小白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不仅是女生的智慧体现在就是生活之中，女性在科学、文学上的贡献，其实一点都不比男生少，相当厉害。对，根据美国 STEM 就是一个测试表明啊，有一年的排名前5的全部都是女生。所以有些男生老说啊，你们女生其实数学不太好啊，没有这回事，你们想多了，只是你们语文不太好而已。而且令人高兴的是，今年的诺奖的物理学奖的得主、化学奖的得主，还有文学奖的得主，通通都是女性。哇哦！所以女生高光起来，真是闪瞎你们的眼睛。没错，为女生鼓掌。所以我觉得。既不能说女生的智商是个谜，也不能说男生的智商有多高，关键是两个人彼此配合有多好，才是最重要的。说得好。儿子回来了，来吃饭。吃这些有什么用啊？不合格！考官都跟我说了，没考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身体基础没打好，我永远都当不了火星特工了。代号1897潜伏特工，你好，我是局长，这是火星情报局的成长秘密配方海普诺凯1897，荷兰原罐进口 P59配方，全面营养好吸收。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荣耀，用爱成就孩子的未来。预祝你的儿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火星特工。刘先生，车顶上我们是没有办法为你服务的。火星强者座驾，捷途 X70 Plus。好，第2轮提案已经结束了啊！我觉得3位新特工已经是越来越进入状态了。现在谁的赢面比较大呢？接下来亚洲的是，哇，薇薇，加油加油 ，Come on！ 我发现。地球人待业的原因是千奇百怪，他们待业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对，有。平时有工作极其繁忙的时候啊，大家总会叫苦连天，心想说什么时候我能休息一下？可真正在业在家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煎熬，觉得极其难过。对，薇薇，你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待业？我就主要会因为谈恋爱待业了。爱到无法工作，爱到无法来跟朋友聚会，然后爱到就是也不太想跟父母联系，对，爱到只因为爱了。薇薇真的是这样子的，上次我们一起录那个节目，你就把男朋友带到现场，对不对？对。而且她男朋友超级帅，我跟大家说，真的超级帅。而且你俩说的还不是同一个男朋友。你说的是哪个？我说的是一个就是很年轻，然后头发是那种黄色的，就是偶像练习生那种。那没有，我上次看到的是那个是很书生气质的那个。我看到那个很潮流的那种黑。不是，你们两个说的不是同一个男朋友，那时候前一个已经分手了，跟下一个在一起了。那所以薇薇你是那种恋爱脑吗？我是绝对的恋爱脑，100%的恋爱脑。比如会做些什么呢？你能够比如的东西，他都做过。那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通告，你等了很久想去，然后你男朋友说你要来陪我，
友说出这种话来啊？我男朋友在家，我怎么还会接通告？天哪！没有档期。但是我想说，就是女生还是要稍微的理性一点。不要因为男生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对面的那个男生会不会陪伴你一辈子，但是你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工作，他是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太漂亮。刚接触短视频的时候嘛，终于拍了一场啊，也是人生中第一场商演。到那天演出的时候呢，效果特别好。哎呦，那挺好。现场那些小女孩的眼睛里面全是我。哇！然后我当时就在台上自己就觉得哇，好累啊。我说这以后每天都没有时间休息了，就累死了呢。哎呦，哎呀，你会不会想太多了？对，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发现天天都在休息。为什么呀？经纪人跟我讲说啊，他们都说你耍大牌儿。耍大牌，我1万块钱3首歌，然后我有时候送他2首还得。那为什么会说你耍大牌呢？你是哪个方面？因为让他唱3首歌，他送2首，烦死了。演出超时，主办方被罚钱了。硬要唱，不要唱还不行，好大牌的。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就是因为你带的人太多。带多少人吧？我最多一次带15个人。啊？是干嘛？天哪！你带的人比对面的老特工带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哎，你信不信我们1、2、3、4、51、2、3、4，哎，不是1，哎，1、2、3、4。你这个算数就别数多少人了。我们5个人的工作人员加起来都没有15个，你信不信？你粉丝比我们多就算了，你带的人都比我们多。你到底要气我们气到什么时候？不是，我想知道这15个是干嘛？你想妆发一个，我就算你头发、你妆你分开好不好？再带一个化妆好不好？你还有什么？足浴啊？啊？搓背呀？搓背。打美瞳的肯定有一个。带美瞳是2个人，1人带1支。你好，我是左美瞳，我是右美瞳啊，我是眼药水。带一个人就要那么多人吗？神经病！没有那么夸张啊，是。我要是主办方，我也不找你，有毛病啊！我接你还要派大巴来哦。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单纯嘛，觉得就是演出主办方他要热闹呀，对不对？啊。我带更多人去，然后就热闹了嘛。你是带观众去是吧？这个我觉得很奇葩啊。是的，我待业的时候，一直就是因为你形象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参加那种大大小小的演出，因为之前做过女团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女团的照片，很瘦。真的吗？真的吗？非常瘦。来，维娜丽莎，哇！我不相信，很瘦哎！你把脸露出来啊！好飒！你胖了一个自己出来。这个到现在有几年？得有个3、4年了。这时候有多少斤？那个时候体重没有超过120斤。哟！你是签完合同以后马上发胖吗？不是。是因为我瘦的时候去面过一次这个公司，然后我妈说你回来上学，你把毕业证书拿到之后，你再回这个公司。学业完成。对，然后我学业完成之后，就变成这样了。但是他依然给了我一个机会。哦哟！我去参加了那个最终的成团考核，当时那个队形啊是这样的，我站在第1排，后面一溜躲在我身后。老板说：“喂，你在收楼吗？”收楼。我根本看不见你身后有人吗？你好像一堵墙一样，然后我就一下。你现在已经好像一堵墙一样，把韩哥挡得死死的。我挡住了镜头。然后当时有一个负责人，他说：“你就应该让你的歌声更有张力，就像你的身材一样。”然后呢？当时有一首歌非常的火，叫做《李兰妈妈》。Hey, little mama, why don't you come around? You're feeling lost, feeling alone, feeling away far from your home. 嘿，宝哥太突兀了。宝哥为了证明自己存在，都用这种方式了他。嘿，哎，真的唱得很好。OK 的。老板说你要加张力进去，像你的身材一样。然后这首歌加完张力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张力。Mama, why don't you come around? You feeling lost, you feeling lost. 莫名其妙，你这样会把自己唱吐的。嘿，你来，
我真的，我每次见到他，老板，好难受，根本就是在干什么，就是要有张力。然后我今天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公司老板的品味，对你的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的，我平时不管是写出什么歌，我会很激进的给身边的人听。就是我当时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好听，就好听到我觉得哇塞，这歌已经不得了了。哦，给我的经纪人听，那经纪人说，他觉得哎呦这首歌，哎呦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高潮，就差一点。然后我又写一首歌。再给他听，他又觉得哎呦这首歌不对，这首歌好像太温了，没有张力。他永远这么说。哇怪呀，那倒也不至于这样。这个经纪团队大概有5、6个人，他们每次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永远在打击我。然后这时候好死不死呢，我还给我的朱真哥听。朱真他也是音乐品味极差的人，根本听不懂。他都没有品，没有。你都那时候不如给我听。对，其实我当时都给你听，也是差不多的效果。我当时就是整个人超级没有自信了，崩溃了，就觉得哎呦，好像我是不是不该写歌了？哦。但是我觉得发就发吧，就扔出去算了。你知道当时他们听过的歌是什么歌吗？哪些歌？你还要我怎样？妈呀！演员哇，绅士哇，刚刚好，好好听，都是好的。但是当这些歌出来以后，慢慢被大家认同以后，我觉得原来是你们不行。对。后来我果断的换掉整个团队，我说不行，我再跟你们合作我会死的。我觉得我听不懂音乐了。后来我就换了一个经纪人嘛，就我现在现任的经纪人。我现任经纪人，我写什么他都会说好，非常好，好的不得了，哇，太好听了。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一首歌是红的。谁说的很好听？很会唱啊。我还有一件事情是对我人生整个最刺激的、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哦，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们我行我秀那届比完以后，我是不是还算蛮红的？还可以。第2届开始了，我们的老板跟我说，哎，你们要给下面的新选出来这帮人打个样子，告诉他们啊，你们上一届选出来有多棒，你可以上台表演一首歌哈，那假唱。我说为什么要假唱？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是电视台的设备，比如说运到乌镇去，它是不能满足你真唱的。对，我一出场。那个是个大梯形要走向他们的，他们每人手上有一根绿色的荧光棒啊，学姐出来了，看看他怎么样，看他实力怎么样。我在台上唱，爱的那么认真，一开口，他们一开始啊，爱的那夜深人，一听是假唱，所有人就不挥了。为什么呢？就觉得很尴尬，哎，你为什么要出来假唱？我就往前走了，可还是听见了你，想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哦，你知道尴尬到什么程度吗？其中有一个人，但是我不记得是谁了，他就说去。把那荧光棒往我身上一丢，真的假的？当一个人开始丢的时候，全场的荧光棒像英雄电影看过吗？剑雨那个砰就出来了，好可怕！我当时一愣，我雪下的那么闪，我不夸张的说，在那帮丢荧光棒里面，绝对少不了戚薇、王啸坤。我觉得他们全都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丢的是对的，因为我真的是假唱。戚薇当时把鞋都丢下来了。但从此以后，我不管录任何节目，我推掉了很多关于任何一个电视台叫我假唱的工作。好。但是其实待业还是要努力了。是要努力，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多多少少都会有待业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艺人不想待业，是因为就是一定要靠自己，知道吧？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工作的情况之下，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的工作，硬着头皮也上。我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都能看出那个电影就是个烂片儿。叫什么名字？不能说。我接不接？我必须接，因为我要生存。然后拿到剧本以后，剧本一打开，第一句话我就懵了。它是个喜剧电影，它第一句话写的是。本片共863个笑点，他就告诉你哪些是笑点，就翻开，比如说主角出门头上砸了一个鸟屎在头上（括号笑点1），就告诉你这已经是笑点了。我说，这好可怕、哦，这个电影也可能有点不对哦。让我继续往下看，这个时候我看到女1号有一场戏，当时她演一个警察，她到一个地方以后喊那个反1号的名字，比如说她就喊刘伟，我什么什么你大爷。旁边马上开门出来个大爷，你好，我就是他的大爷（括号笑点23）。我大爷对不起，大爷对不起，我不是叫你刘伟，我什么什么你大妈。开门，你好，我就是他大妈。哎，蛮好笑的，好笑吗？好笑啊！（括号笑点24）。后来还有场戏哦，要演一个石头砸在我的头上，我就晕倒了嘛。正常来说就一砸就这样晕过去嘛。咔，杨迪你不要这样演。
也要这样演，打啊，我晕了。哎呀，括号笑点186，你从186能演到187，就是啊啊，这是一个笑点186。啊，这是187。你这样不对了，笑点接得太紧了。我想看哎，你们想看吗？你真的给这个戏打好大的广告。对呀，我跟你说，很有可能这个某些导演就按照你说的这几百个笑点，就再拍一遍。我跟你说，好笑。但真的是，我说实话，刚才我一直都没有说话，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待不待业取决的是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手机促销市场门口看到过表演？那种小台，看到过。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很认真的准备，我想说，我上台一定要好好唱。就打个比方，我准备了一首非常当红的歌曲，《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结果我上台了之后，因为对面的演出，我发现人满为患，我唱的再好都没有人在我面前。两个场子在同时进行。对，就对面唱那个，我唱这个，我这爱的那么认真，然后没有人理我。一个改变形式啊。对，那么认真，爱的那么困不是。确实，首先音乐确实我没有太动词，其次还有一点，我突然发现他们旁边有个塑料袋，他们是唱歌的是吗？怎么也飞不出啊，花花的世界，这是个好办法。后来我就发现了，出去商演不带钥匙扣，没有奖品，根本没人看。哇！后来我下次一出场的时候，我当时拿着麦克风，大家好，你们开心吗？开心。你看看，开心，快点发，别说话了。对，就是，赶紧发，不想不要互动，发。就在那段我事业特别碰壁的时候，我多了很多粉丝，就是叔叔阿姨。他们是钥匙扣的粉丝，不是真的粉丝。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吧，通过那段时间的锻炼，就没有我刘维热不起来的场子。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管他是什么，但我有一个认了的状态，对，要活下去，对，就跟我那段时间是一样的。哪段时间？我真正的待业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人生从学校刚走出来那会儿起，毕业即待业。对，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活儿，他们告诉我到一个5星级酒店，结果就到了一个套房间里啊，好危险哦，特别空旷。结果就看到2个人啊！你们知不知道二人转这门艺术，它是最怕人少，对，得气氛，得有氛围。当时我好尴尬，我是不是先演个他说随便，就怕说随便啊，随便很吓人。他这随便很难弄啊，就我先唱个小帽吧。正月里来是新年儿，没有伴奏，什么都没有这么尴啊！尴尬的就是我的鞋的声音跟地毯摩擦的声音，我自己都听得清清楚楚，擦擦擦擦。天哪！因为我带个女搭档去嘛，还要说笑话。二人转最拿手的，对2个人要在舞台上说口嘛，这叫我们叫对口。对口。你说的这个对口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观众多的话，我们说完对口以后，这个包袱如果响了的话，会有个延续。到他们那儿没有延续啊，而且那一男一女是这么坐着的，然后那女的要高兴了呢，会这样拍那男的肚皮。如果要是没有表情了，他俩就会来个对视，这样。哎呀，烦死了！我的妈呀！马上就准备下一个的时候，好尴尬，就是尴尬的要死。这是我人生当中我演过最难受的一场演出。演多久啊？就这种尴尬的状态？40多分钟。天哪！40多分钟，好敬业哦！真的太吓人了，往事都不堪回首。但是为什么要讲这段经历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动力，因为到今天为止，我所有曾经经历过那些苦难的日子，对我宝哥来讲都是一个收获，最值得我骄傲的，我可以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艺人待业在家之所以焦虑，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待业在家，我们一待业，真的就是化妆师也待业，助理也待业，经纪人也待业。我们其实养过这个小团队的。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们也一样，你可能就要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了。我感觉啊，人生起起伏伏，而我们在伏的时候的状态，决定了我们在起的时候的姿态。哇，这句好棒！不错不错。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们还在努力，我们愿意为了生活放下身段，我们愿意去像维维一样，去像杨迪一样，
努力前行，我们不断的奋斗，让待业变成厚积薄发。我相信，好好加油，我们永远不会待业。是的，对。好了，各位，我们火星情报局第5季的第4次会议已经结束了。各位宝哥，你觉得这3个人当中谁获胜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其实我觉得他们3位都非常非常的可爱，眼神里都有一份单纯，所以说我认为今天我带来的这3位特工，我认为都非常非常的合格。感觉谁来都行，可不咋的。感觉他们3个的存在就是我们最缺的。可不咋的呀，小宝哥再留下来就完美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现场的300位年轻的朋友，按照提案来选数字。1号查莎，2号聪明，3号马薇薇。各位出席特工，请投票。紧张啊！好，投票通道关闭。那我们来有请我们的火星特使。好，来，喂 ，Lisa， 你们自己拿自己的盒子，这里面有一枚我们所有火星情报局都非常非常看重的火星的徽章，请大家打开这个盒子，3、2、1，留下的是。薇薇。欢迎加入，欢迎加入！妈呀，奇葩之王来火星情报局，帮我们上升价值。欢迎晋级的高级特工马薇薇。其实我的感言是什么呢？是我们经常说艺人这条路是走花路，往往意味着桃花运不会太好，因为我们的观众缘会占掉我们的桃花运。但我今天呢，在来之前刚刚分手，但是能失去一个人的爱，却得到观众的喜爱，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要再次感谢百年贵族荷兰奶粉地球宝宝都爱喝的海普诺凯1897对节目的独家冠名。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5季的第4次会议圆满结束。谢谢。我的火星特工车第2代捷途 X70，空间真大，坐着太舒服了。走了，回家。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地球宝宝都爱喝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掌声有请我们的团弟李头新闻。我是急需就业的女团成员。我要吐槽一下我的老板，今天就不回去了。我们这也不要你，妈妈送你啊！妈，你好狠的心。火星是需要有梗的女孩子的。秦正伟，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来者不善啊！我一定会坐上火星情报局特工评点的。 3个人当中有谁会留下来？啊，是干嘛？我跟你说，天哪，你带的人比对面的老特工带的人加起来还要多。我觉得他特别仗义，很哥们儿，所以我挺他。我投给了锤娜令。 下午怎么还会接通告？天哪！没有档期。有帅到我，真的是太棒了，我很难不把票投给他。
哈哈，留到现在的你真是机智。作为一个正义的剪刀手，这一次我们从后期机房偷到的素材可真不少，甚至还有很多录制现场听来的一手消息。所以第4期我们就邀请到圈内不知名娱乐小编操刀。话不多说，记得周一中午12点来优酷看《火星我来剪》，都来看看他们到底搜集了哪些娱乐情报吧。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上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讨论。感谢社区合作伙伴虎扑对节目的支持，上知乎搜火星情报局，丢掉所有不开心。感谢 B 站登录哔哩哔哩入局赢福利。感谢云冲吧，精彩满店而来，生活笑口常开。为爱豆加油打 call 就来超级粉丝团。感谢亲宝宝，既成长学知识，火星家庭都在用的育儿 APP。感谢蛋趣，收集来自火星的玩具，收获不一样的快乐。每一个点。也就是说，你觉得我说的是假的，是吗？如果谁输了，谁退出火星？要做出性感的那种感觉。你的微笑。质疑你很正常，他就看你不开心呢。从本场比赛开始呢，我们的灌篮3也将正式开启5v5的赛段。我错了，能不能打？能。不能打滚一下。这球吹的是什么？不是，等会儿，这什么？干嘛呢？几比几啊，犯规啊！